在巴以冲突持续多年，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近日新加坡于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捐赠50万美元专项援助，为挨饿的加沙民众注入关键支持。前往巴勒斯坦地区进行访问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见证了支票移交仪式。他强调，新加坡政府此举是出于深厚的人类共同情感，旨在支持 WFP 在加沙的紧急行动。这张支票背后是新加坡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长期关注和持续援助。维文在讲话中指出，自2023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已为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贡献了超过1800万美元。此时的加沙正面临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截至2025年11月，加沙64万人已陷入饥荒 ，IPC 第5阶段，13.2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急性营养不良致死风险。这一数字较2025年5月翻了2倍。北部地区情况尤为惨烈，每日粮食援助缺口达 74%。9月以来，meal 产量暴跌 70%， 民众为争抢援助物资，导致 77% 的人道主义 convoy 遭哄抢或劫掠。新加坡的捐赠精准对接了 WFP 的迫切需求。该机构2025年7月至12月在巴以地区的运作尚缺 3.342亿美元资金支持。新加坡的援助行动始终以保护平民生命为核心准则。外交部曾明确指出，民众觅食时被枪击的场景令人发指，并强调人道援助不能等待政治解决方案。此次选择 WFP 作为执行方，正是看重其在加沙137个厨房每日供应 65.8 万份餐食的实操能力，以及每月可输送3万吨物资的物流网络。作为无地缘私立的中立国家，新加坡始终依赖多边机制落实援助。此次与 WFP 的合作延续了其借力区域伙伴、依托国际组织的成熟模式。2024年7月，新加坡曾通过阿联酋、塞浦路斯转运300吨沙丁鱼和1000吨大米。2025年2月，又联合约旦将医疗物资送入加沙。这种模式有效规避了地缘政治障碍，确保援助物资直达最需人群。新加坡对多边主义的坚持更体现在政策连贯性上。2024年5月，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入联，重申两国方案是唯一出路。2025年7月，又呼吁以色列解除援助限制，哈马斯释放人质。50万美元的捐赠，实则是其多边外交理念在人道领域的具象化。援助行动背后暗藏着新加坡对冲突升级的深切担忧。数据显示，加沙 98% 农田遭毁，卫生系统崩溃，耐多药感染激增，饥荒正从加沙省向戴尔巴拉赫省蔓延。对此，新加坡通过实际行动传递明确信号。正如外交部副常任秘书石明光所言，没有停火，再多援助也难挽生命。这种以援助施压停火的策略具有双重意义，既为 WFP 立即安全输送援助的呼吁增添砝码，也向国际社会警示，加沙危机已突破人道底线，持续冲突将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新加坡的援助规模虽不及大国，但其示范价值不容忽视。这个世界地图上的小红点，通过政府主导加 NGO 参与模式，全福基金会、新人队等民间组织深度参与，构建了可持续的援助体系。更关键的是，始终坚持原则性中立，既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也批评以色列军事行动过度。这种平衡立场为斡旋创造了空间。在 WFP 执行主任辛迪麦凯恩需要更多国家行动的呼吁下，新加坡的50万美元捐赠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它不仅为加沙民众带去生存希望，更向世界证明，无论国家大小，都能以务实行动推动人道议程。在加沙，一位流离失所的母亲收到食品包后，告诉孩子们不要马上吃完，因为她无法确定明天是否还会有食物。这个简单而心碎的场景，道尽了加沙人每日面临的不确定性。当和平的曙光出现，重建的道路依然漫长。新加坡的捐款虽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却代表了一种国际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的信念。新加坡的持续投入，能否撬动更多国家加大援助力度？你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援助机制，
确保像加沙这样的人道主义危机地区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援助？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好了，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与时局关联的故事，记得帮忙点赞转发，同时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